你守城，抽你了，怎么的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日本铁头王不讲武德，对准中国小伙的脑袋就是连撞3次，吓得工作人员急忙上前制止。中国小伙发怒，谁也拦不住。3名有经验有实力的安保人员也不行。这次冲突由日本人发起，由中国人获胜收尾。平息闹剧之后，中国小伙开始发起反击，以一招以牙还牙的方式对日本选手发起了挑衅。恼羞成怒，狗急跳墙的日本铁头王忍不了，当即踹了中国小伙一脚，吓得现场日本观众胡乱窜。小伙子完全不怂，对准铁头王的屁股就是一脚。日本铁头王武的打不过，便开始玩文的，拿起话筒就开始飙脏话，羞辱中国功夫。瞅他那一副欠收拾的嘴脸，真想上去再给他来一脚。中国小哪吒金鹰则是主动报名参加比赛，是要将日本铁头王的脑袋打个大窟窿。简单介绍一下，来自浙江温州的金鹰，他原名叫金棉托，10岁开始进行武术搏击训练，12岁打比赛，15岁亮相武林风擂台，也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一位搏击天才。不管对手是日本顶尖高手还是日本空手道冠军，在金鹰面前通通不值一提，被打得狼狈不堪。这一次金鹰在赛前立下誓言，定会把这个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日本铁头王打成烂头王。日本选手就不介绍了，他已是将死之人，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什么用，话就不多说了。来，让我们欣赏一下金鹰的精彩表现。日本选手的毛发是紫色的，那就叫他小紫人。金鹰一开始就给小紫人的脑袋上来了2脚，试图让他认清这是中国的擂台，最好低调一些，不然有小紫人好看。金鹰没有任何废话，拿着拳脚进攻就开始猛压小紫人内围。反应过来的小紫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防守住进攻，而是挨到了多次重击。奈何日本人天生就比较抗揍耐打，这些重击还不足以威胁到小紫人的生命安全。很明显，小紫人并没有服用特殊药物，不然小紫人就会在擂台上变成小红人。韩岩老师和这个雨辰老师说完之后，这个比赛还没结束，因为我始终担心你们说完之后这个比赛结束了。因为我真的觉得啊，有可能会打出 KO 来的。我非常期待能够打出一个 KO 来，因为在8进4的比赛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蓝方曾景佑辉他的一个技术风格了。对，然后他的技术风格就是在中远，对，而且他的这个节奏是比较慢，而且略显疲软的是力量上。那又是打满了3个回合。那我们说金鹰这边呢，其实是在第1回合就 TKO 掉了对手。小哪吒金鹰打日本人确实很猛，完全没有任何废话，拿着拳头就开始和小紫人展开生死对拼。奈何小紫人的来头也不简单，日本小岛总共有10个踢拳组织和8个搏击组织，其中小紫人占据13个组织冠军，拳脚进攻的融洽程度不言而喻，非常的高。金鹰自从出道以来打的就是日本人，不是日本人他还下不了死手。无论是拳法对拼还是腿法对拼，金鹰完全不怂，直接就是硬碰硬往死里打。基本上要么就不动，动的话就一定是要这个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啊，是非常精准的形容。看一看这个曾景佑会怎么调整吧。是的，金鹰也要小心对方的高扫，对方目前还是有高扫，对，扫地还是能扫。对，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金鹰的加油声也是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啊！是，你看，经过金鹰的这几次突袭啊，这个曾景佑辉是有所忌惮，对，出现了前几回合从来没有出现的这个战价就低了。对，小紫人在金鹰面前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沙袋，面对金鹰所打出的任何进攻，他都能做到用身体硬扛且不倒下。短短3分钟，金鹰就在擂台上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力量。在日本的地盘，日本选手嚣张跋扈，金鹰管不着。来到中国的擂台之后，胆敢对中国选手和中国功夫大不敬，拳脚侧后是最轻的惩罚。金鹰看可能有点多了，对，越等对手是。因为这场比赛，就我个人认为啊，打曾景佑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想什么防守反击的事儿，是没有必要想迎击的事儿，就是拿自己密集的进攻速度去压他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，事实上金鹰的这个状态。好，第2回合的比赛，金鹰第2回合开始了，小紫人直接被打急眼了，不顾裁判劝阻和比赛规则的限制，毫无任何后顾之忧，直接将金鹰掀翻。裁判的警告貌似对他一点用都没有，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，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打出来过。就算顶着巨大风险实施了一系列主动进攻，那也会被金鹰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。这招这个魏睿也用的一绝呀。刚才实际上是给曾景佑辉全场这是曾景佑辉，我第一次看到进攻，是，感觉这个劲儿也上来了，对，金鹰压对手了，对。
他发现始终这么等着金英打，他是跟不上金英的这种突袭的。没错，是就这个节奏跟不上。对，他先主动发起进攻了。曾锦又会把重心放得很低，也没有办法接住金英的这种突袭。是，所以他想着还不如索性我进攻几次。刚才那几次进攻啊，非常危险，打完拳之后接飞膝。就是他的组合还是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在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金英的老师也是杨卓和魏睿。虽说杨卓不是打日本人最恐怖的人，但魏睿可谓是日本人的克星。金英能将比赛拖到第2回合，也算是小紫人的脑瓜子硬。就算小紫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脑袋也是大铁块做的。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，也应该有点反应了吧？金英都快打累了，这家伙依然还能继续抗压挺立在擂台之上。出来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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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对，曾锦佑辉的这体能已经出现问题了。是的，对，漂亮，对，哎，高扫了。我们看到，你看，虽然说曾锦佑辉每一次都很劣势，对，但是曾锦佑辉从来没有乱了阵脚。对，就是自己的心理节奏保持得很好。对，曾锦佑辉，我觉得目前能够一直表现到这么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，而且从来不乱。即便是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，从未见过如此抗揍之人，都被打成了这个熊样，依然能与金英展开对抗。看来还是金英打得不够狠。与其说小紫人是踢拳组织打拳最猛的人，不如说他是日本小岛抗揍能力最强的人。金英的重击在小紫人眼中就是软弱无力的小拳拳，虽说是小拳拳没有太大的伤害，但也顶不住金英的重击数量多。多次的重击已经彻底摧毁了小紫人的防御。照这样打下去，小紫人多半是会被拉走抢救。哎，还是要提醒他，你这个小身要小心。金英又是刚才那个后手，像是打之前的那个马奇力一样，是那个俄罗斯的选手马利克。对，对，既然有这个拳，对的。对。3回合的比赛了。一上来曾锦佑辉先提速了。对，我们都在提速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金英的重击依然在持续进行，频繁的重击加上各种各样的进攻招式。然而小紫人依旧是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越是这样，裁判越是要谨慎判定。全程都在被揍的小紫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其实体内的5脏6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如果说小紫人每场比赛都是这样的话，建议小紫人还是在赛前找个目的，万一哪天猝死擂台也能及时入土为安。第3回合的读秒给金英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信心倍增啊！曾锦佑辉仍然是有反击能力的。是。对，那一个读秒他已经从这个读秒当中恢复了。可以做一做飞膝了，因为我看到这个曾锦佑辉每一次防守都重心比较低，完全是爆头式的防守，那重心就毋庸置疑肯定会低一些。是，这个可以做一做飞膝，因为他自己心理上也应该有一丝的忌惮，就因为金英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，这个拳速度的确是快。对，而且金英的落地基本是在脸上。对，小紫毛都快被打死了，才想起来发起反击。不过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40秒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小紫毛反抗。然而金英岂会轻易给他反击的机会？赛前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的小紫毛确实拥有铁头功，不愧是被誉为铁头王的日本男人，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能硬抗对手重击且不倒下。金英虽然是小级别，但打出的重击依然极具有威慑力。金英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压力，就是这空当你一旦给他，然后他的进攻输出马上就跟上来了。虽然说金英发挥的很好，看到这个曾锦佑辉不管是在节奏上的这个增减方式，还是在受到重击以后的这种迅速恢复能力上面，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。我们在他第一次打的时候就不觉得他动作有多快，但是呢，就这么平的一个技术体系，但是可以打到最后。是，就这个保持的持续性会非常的好，也能够使他自己的比赛风格和比赛节奏。刚才一个小心，真想知道小紫人这家伙是肉体凡胎吗？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30多秒，金英的重拳依然在继续输出，狂砸小紫人的脑袋上100拳。这家伙依然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大口喘气，很少有看到上钩。对，又一次可能比较。对，大
头打肚子，金英把头打肚子。即便到这个时候，金英刚才差一点用出接腿摔。对，还有最后10秒，住，金英，对，漂亮。3回合比赛结束。点评一下这3回合吧，楚老师。我真的觉得这个金英她的这种快进快出是比赛结束了，从金英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确实是打累了，全程都在卯足了劲往死里打。然而小紫人就是没有任何反应，就算金英的重拳全部打在了小紫人的身上，小紫人依然能坚持到比赛结束，把结果交给裁判。1次没事，2次没事，3次估计就应该要出事了。赛事没播出多久，日本选手就惨死家中，不知道是因为打比赛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，媒体一直没有暴露出来。魏威阳会师决赛呢？会是谁啊？最终金英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金英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